成为 T 台上的模特是很多女孩的梦想。克里斯蒂娜便是一名出色的模特，她有着德国和瑞典的血统，看起来非常特别。人们经常看到她穿着有品位的衣服出现在杂志封面。她还曾是2009年5月花花公子网站的美洲女郎，被誉为拥有超越好莱坞的魅力。但就在2018年8月，克里斯蒂娜的尸体在她的家中被发现。接下来就为你讲述这位模特生命的最后一天到底经历了什么。夏梅里恩镇是宾夕法尼亚州蒙哥马利县的一个城镇，人口约为6万人。它和费城的西北部接壤，却和费城截然不同。这里治安良好，适宜居住。2018年8月22日，夏梅里恩警局接到一通报警电话，报警者名叫亚历山大·齐科泰利。他说他已经有2天无法联系到他的未婚妻克里斯蒂娜了。打电话时，他正从纽约赶回来。他希望警方可以去他未婚妻的公寓看看，他也会在不久后到达公寓。齐克泰利所说的公寓位于阿德莫尔西伯利大街的高端社区，这里是当地富人的聚居地，私密性非常好。社区附近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商店、餐厅、酒吧随处可见，基本的生活需求仅靠步行就可以满足。该社区虽然治安非常好，但拨打报警电话的人却不少。根据警员的经验，富人们经常因为一点小事拨打报警电话，通常是违章停车、乱穿马路或者是噪音问题。但这一次警员注意到，报警人所说的公寓在前不久刚遭遇了入室盗窃，女主人克里斯蒂娜还来过警局做了笔录，因此警方决定去公寓看看。当警员来到公寓时，齐克泰利已经在门口等待。他神情紧张地告诉警员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纽约工作，他的未婚妻克里斯蒂娜独自居住在这里。从昨天开始，克里斯蒂娜总是不接他的电话，他非常担心。但现在他也无法进入公寓，因为门是被反锁着的。2名警员当机立断，选择破门而入。公寓并不大，很快他们在卧室看到了血腥的一幕。卧室的床上满是鲜红，白色的被子血迹斑斑，在被子下面则躺着一具尸体，受害者遍体鳞伤，面部已经难以辨认，而且凶手似乎没有使用武器，这些伤势都是赤手空拳造成的。从脖子上的勒痕来看，受害者的死因为窒息。如此可怕的案件在这里很少发生。很快警方便确认受害者正是公寓的主人，也就是报案者的未婚妻克里斯蒂娜·克拉夫特。克里斯蒂娜1981年11月11日出生于新泽西州的南部海岸。她继承了母亲的高颜值，长得非常漂亮。克里斯蒂娜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模特，她的父亲曾说过，克里斯蒂娜一定会光彩夺目。2000年的时候，克里斯蒂娜从林伍德高中毕业。在之后的几年里，她去了大西洋城的波尔加塔，在那里她一边当服务员，一边寻找更好的机会。2003年，克里斯蒂娜结识了齐克泰利，两人从那时起便开始了马拉松式的恋爱。齐克泰利非常支持她的模特事业，他们一起生活了整整15年，直到克里斯蒂娜遇害。克里斯蒂娜有着黑色的头发，淡蓝色的眼睛，她长相出众，身材傲人，很快就在模特圈崭露头角。她常常成为杂志的封面女郎，并经常参加各类活动。她还曾为维密、名利场、格言等产品和杂志担任模特，这是克里斯蒂娜向往的职业。有了一定知名度后，齐克泰利鼓励她去花花公子杂志试试看，因为花花公子品牌有着更多的资源。于是克里斯蒂娜试着参加了花花公子网站的选秀活动，并成为2009年5月4日的周女郎。通常在周女郎的页面上，除了有大尺度的写真外，还会有模特的简介，这对于克里斯蒂娜来说蕴含着巨大的机会。她还因此收到了海芙娜的邀请，来到花花公子公馆，并有机会见到海芙娜。本以为能因此走上更大的舞台，却没想到想要更进一步登上花花公子封面，比想象中要难得多。
因为每个月只有一位模特可以登上杂志封面，而参与竞争的模特则有数千人。克里斯蒂娜在洛杉矶住了3个多月，还拍了很多照片，但始终没有能成为封面女郎。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或许是黑色头发的模特较多，或许是海夫纳心中有其他人选，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克里斯蒂娜已经27岁了，这在花花公子模特中算是比较年长的了。之后的克里斯蒂娜决定到纽约发展，因为她的未婚夫齐克泰利就在那里。但是脱离了花花公子又曾经拍过大尺度照片的模特，在工作中或多或少会遇到一些阻力，因此来到纽约后，克里斯蒂娜一直不温不火。2017年，在齐克泰利的建议下，他搬到了夏梅里恩镇的阿德摩尔居住。齐克泰利认为阿德摩尔距离克里斯蒂娜的父母更近，而且这里的生活环境更加安全，但事实似乎恰恰相反。凶案发生后，与被害者相濡以沫15年的齐克泰利悲痛欲绝，而该案对于警方来说也是如临大敌。因为该社区向来以安全著称，现在竟然出了人命案。夏梅里恩警局可以说是全员出动，他们在现场取证还没有完成时，就开始对附近的居民以及他们认为的有必要的任何人进行询问，而这样的询问可能会造成一些恐慌，因为这里虽然离费城不远，但很多富人就是因为这里更加安全、更加私密才居住在这里。然而现在那个杀手或许正在社区里四处走动，寻找下一个目标。在走访过程中，人们所提出的种种质疑令办案警员难以招架。当晚夏梅里恩警局比往常要忙碌得多，他们了解到被害者克里斯蒂娜是个小有名气的模特，并且在网上也有不少的粉丝，所以她与普通的受害者不一样，在网上可以找到她的很多足迹，其中包括她参加的活动、去过的地方，以及和他人的合影等。警方还找到一篇《纽约时报》的报道，内容是2016年在曼哈顿发生的关于克里斯蒂娜的一起事件。她因为拒绝支付酒水费而和餐厅经理起了肢体冲突，并且踢了经理的腹股沟。她被指控犯有袭击轻罪，但最终检察官撤销了指控，克里斯蒂娜没有被定罪。此外，警方还找到了克里斯蒂娜的朋友了解情况。伊娃是克里斯蒂娜的好友，他们是在一次活动中认识的。当他听到克里斯蒂娜的噩耗时，感到震惊。他告诉警方，克里斯蒂娜离开纽约后，生活发生了一些改变。阿德摩尔显然太安静了，在这里他没有朋友，也没有各种各样的派对，这让克里斯蒂娜很不习惯，所以他经常会去费城的酒吧坐坐。他习惯并喜欢被关注，但有时候也会得到不想要的关注。案发第2天，克里斯蒂娜被害的消息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其中包括费城和其他地区的媒体。花花公子女郎被谋杀确实是吸睛的标题，因为人们想到花花公子就会想到美丽的女人，而对警方来说，她只是一个受害者。正如大多数人想的那样，齐克泰利最先成为与事件有关的人，是他打电话让警员上门查看，他还与受害者相识多年，警方不得不将齐克泰利列入嫌疑人名单。齐克泰利理解警方的工作，并愿意配合调查。他在审讯室里叙述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他在纽约工作，一般周末会回到阿德莫尔，如果因为工作无法回来，则会打电话给克里斯蒂娜，两人平时也经常电话联系。8月21日下午，他打电话给克里斯蒂娜，但无人接听。偶尔的没接电话并不奇怪。到了晚上，他再次打电话给克里斯蒂娜说晚安，但还是无人接听，这在之前从没发生过。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打了很多电话，但结果都是一样。直到凌晨4点左右，齐克泰利越想越担心，他还查看了公寓门口的监控，在监控里他看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细节，于是决定回到阿德莫尔。很快，警方根据齐克泰利的行车记录证实了他没有说谎，他的嫌疑暂时被排除，
他的其他叙述的可信度也因此大大提高，这对警方有很大的帮助。接下来，警方需要知道受害者生前发生过什么。在调查过程中，警方查看了克里斯蒂娜在凶案发生前4天的8月18日向警方的报案记录。她称自己在公寓里遭到了盗窃。她告诉警方，她去过费城市中心的一家酒吧喝酒，回家后就头晕目眩睡着了。她觉得自己可能被下药了，因为以她的酒量，喝这么点酒不至于喝醉。窃贼在她睡觉的时候从公寓里偷走了一些贵重物品，但没有伤害她。第二天醒来时，她觉得有些不对劲，她怀疑自己被侵犯了。确实，像克里斯蒂娜这样光彩照人的女性很容易被人盯上。当时警方查看了公寓外的监控，监控中显示有一名男子将她送回了家，并且在她公寓里待了1个半小时，之后拿了一些纸箱走出了公寓。根据监控画面显示，这名男子穿着黑色的夹克，可能是一名计程车司机。调查人员还发现，克里斯蒂娜所丢失的信用卡曾在附近的一家便利店被使用过。警方根据便利店的监控找到了这名可疑男子。该男子的体态特征与公寓监控中的嫌疑人相符合。很快，调查人员便认出了这名男子。此人名叫安德烈·梅尔顿，他曾多次因盗窃罪被捕，是夏梅里恩警局的常客。有了目标后，警方在8月22日上午就获得了逮捕令。但当警方来到梅尔顿位于费城的公寓时，却扑了个空，他可能已经开始逃亡。人虽然没抓到，但警方在公寓里找到了很多克里斯蒂娜丢失的物品，这进一步确认梅尔顿就是4天前的那个窃贼，而且也很有可能就是杀害克里斯蒂娜的凶手。因此，警方开始通缉安德烈·梅尔顿。在追捕梅尔顿的同时，警方扩大了调查范围，希望能找到更多的线索。他们开始查看阿德摩尔和费城的街道监控，这可是一项大工程。大约1天后，警方获得了更多拍到克里斯蒂娜的监控画面。在案发当晚，克里斯蒂娜和一名男子离开了酒吧，并与该男子一起乘车回到了公寓。当时大约是凌晨3点多，两人先后进入了公寓，一直到凌晨5点10分都没有人离开过公寓，这有些不同寻常。因为公寓的大门是离开公寓的唯一出口，那这名男子是如何离开公寓的？克里斯蒂娜的公寓在2楼，阳台上有一扇移门。从阳台往下看，楼下是种满绿植的花园，并且不是很高。调查人员还在阳台下的沙土地上发现了可疑的脚印，不难推测凶手就是从这里离开的。现在的问题是，这名男子是否是4天前的窃贼梅尔顿？如果不是，那在4天时间里，克里斯蒂娜被2名罪犯盯上，这似乎有些不合常理。在之后的几天里，警员们继续收集线索。不久后，他们在另一段监控视频中找到了案发当晚和克里斯蒂娜走在一起的那个男子的正面。他们手挽手走在布罗德大街和第13街的交汇处，并在不久后上了一辆来福车。来福车是一款在美国排名第2的打车软件，与 Uber 类似。在监控画面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名男子并不是梅尔顿。现在警方又有了一个新的嫌疑人，并且他们将新的嫌疑人画面通过媒体向民众公布。就在此时，警方接到了一个电话，拨打者正是梅尔顿。他告诉警方，他确实盗窃了克里斯蒂娜的财物，但没有杀害她。对此，警方持怀疑态度，即使他没有实施谋杀，也有可能作为同谋参与其中。因为在4天内，同一个人遭到2次入室犯罪，这实在是太过巧合了。但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事情可能和推测的有所不同。原因是有一名来福车司机联系了警方，他说他从新闻中认出了受害者。就在案发当晚，受害者和一名男子搭过他的车，两人是从费城到阿德摩尔。在行驶过程中，他们在后座上有说有笑，完全看不出任何异样。当两人到达目的地后，男子答应去公寓取钱，但司机等了足足20分钟也没见男子下来。
于是便开车离开，返回费城。另外，克里斯蒂娜的表弟告诉警方，案发当晚4点左右，姐姐曾打电话联系他，由于是半夜，他正在睡觉，所以没有接到电话。但留言信箱中，他听到姐姐似乎非常紧张，背景音中还有一个男人怒吼的声音。8月26日，另一名知情者打电话告诉警方，新闻中公布的这名男子是他在精神病院时的室友，名叫乔纳森·哈里斯。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很快，警方找到了哈里斯的信息。他在7月15日刚从监狱被释放，还在8月23日因尾随一名女性被逮捕，并被关押在精神病院48小时。但他在48小时后已经被释放。警方认为哈里斯就是他们要找的人。3天后，警方获得了逮捕令，但哈里斯居无定所，要找到他相当困难。因此，警方对哈里斯的家人和朋友进行了询问。其中，哈里斯的妹妹告诉警方，她在1天前刚为哈里斯购买了一张前往匹兹堡的巴士车票，车票的日期为8月29日。得到线索后的警方立刻联系了匹兹堡特遣队，希望他们协助抓捕哈里斯。宾州州警马修·罗斯在接到任务后，立刻与其他警员一起熟悉抓捕对象的样貌和特征，然后前往巴士终点站。他们知道巴士到达匹兹堡的时间，并在可能的逃跑路线上布控。很快，巴士到达匹兹堡车站，警员们也看到哈里斯随着人流下了巴士。由于车站是公共场所，为了确保其他乘客的安全，罗斯独自一人靠近刚下车的哈里斯。他一边再次确认嫌疑人的特征，一边故意阻断人流。渐渐的，他将哈里斯逼到了墙角。此时，哈里斯意识到罗斯是个警员。当时，哈里斯开始左顾右盼，像是在寻找逃跑的机会。当罗斯问他姓名时，哈里斯说出了一个假名，这当然瞒不了罗斯。在其他警员的协助下，哈里斯被正式逮捕。哈里斯被带回了蒙哥马利警局，并接受了审问。由于证据确凿，哈里斯承认了罪行。他告诉警方，当晚他在酒吧看到了克里斯蒂娜，并上前搭讪。克里斯蒂娜并没有拒绝，两人聊得很好，并且克里斯蒂娜想购买一些违禁品，但他身上只有信用卡，没有现金。于是他让自己跟他回家取钱。但在他们回到公寓时，事情发生了转变。克里斯蒂娜吸食了违禁品，但他拒绝支付任何费用，这让他非常生气，因此两人发生了争执。克里斯蒂娜用酒瓶砸了他，两人的情绪开始失控。他坚称自己离开时，克里斯蒂娜还活着。如果是因为伤势严重而死亡，那也是失手杀害了克里斯蒂娜。但警方认为现场的情况显然与哈里斯的说法有些出入。首先，克里斯蒂娜的体内没有任何违禁品；其次，克里斯蒂娜的死因为窒息。警方让哈里斯想想清楚，如果说谎将对他不利。哈里斯在安静的审讯室里思考了一会儿，他看上去很紧张。接着他承认克里斯蒂娜没有向他购买违禁品，但他依然坚称自己只是失手。此外，他还承认他是从阳台离开的，因为他看到门口有监控。哈里斯被指控犯有1级谋杀罪。2019年5月，针对哈里斯的庭审在蒙哥马利法院进行。检方提供了完整的证据链，甚至还包括哈里斯在作案后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留言。但哈里斯依然坚称他是失手杀害了被害者。他的辩护律师为他做有罪辩护。哈里斯想要避免1级谋杀罪，因为那意味着终身监禁。尽管辩护律师一直向陪审团灌输被害人自己也有过失，他不该让陌生人进入他的公寓，但最终陪审团一致裁定哈里斯1级谋杀罪名成立，他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克里斯蒂娜的未婚夫齐克泰利参与了庭审。在庭审结束后，他告诉记者，哈里斯杀害了一个比他弱小很多的女性，还试图污蔑克里斯，他是个懦夫。而另一个嫌疑人安德烈·梅尔顿于2018年12月被逮捕。他承认在送克里斯蒂娜回家时给她喝了含有药物的饮料，
他被指控犯有侵犯和盗窃罪，并最终被定罪。克里斯蒂娜的家人现在仍然生活在新泽西州南部，但他们生命中的光已经消逝。